沈泽伟是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，专注国际政治与财经报道，从业20载，只写过3次影评，一次是郭导的《小时代》，一次是冯导的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。这次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大笔一挥，写了篇文章给阿嬷的情书的统战启示。他说这电影好啊，克制，有温度，还没有喊口号，没有宏大叙事，而且2位女性之间感人至深的守护，深深打动全球华人，尤其是东南亚华人观众。他一个新加坡人都看哭了。也就是这里，他话锋一转，他说电影让东南亚华人不知不觉就对唐山产生了亲近感和情感共振，强化全球华人身份连接。这种用情攻心的手法才是最高境界，比直接喊口号高明太多，也更容易让人放下警惕。但之后他又用自己的日常观察来证明，新加坡华人感动归感动，身份边界绝不会动摇，所以他觉得这宣传手法最后没啥大用。警惕、统战、宣传这样的词让网友觉得沈泽伟是在吐槽电影夹带私货，其本质是他破防了。破不破防的咱也不好说，但至少他用论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可能沈大编辑不知道，其实写影评不需要这么有根有据的。自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出圈后，网上就跳出来了一堆无厘头的评论，有抨击导演重男轻女，以牺牲女性为代价，想把一个品行欠佳的男主打造成白月光。还有网友觉得剪了男婴就是性别歧视，可是如果导演把男婴换成女婴的话，那不也是重男轻女了吗？还有说拍得好不代表真的好，只能说明导演鸡贼，他想两头吃，本质上导演很坏，在输出黑人勤勤恳恳种棉花是时代局限性这种观点。还有因为导演性别避雷的，说这样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，他们觉得重男轻女地区出来的男导演也一定重男轻女，还说本质上他们只是把阿嬷当成可以拿来卖情怀的工具罢了。不仅导演不对，观众也不对，阿嬷让很多男性观众觉得好看，这就说明这电影很有问题。有人现身说法，表示想让身边潮汕女生看这电影，这样就知道怎么做潮汕好女人。一部电影能看出2种截然相反的剧情也是很神奇了，一边说献祭女人、成全男人老一套，另一边说这是大女子主义的电影，男的去看会被背刺。一部电影能解读出相互打架的2种结论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不，还有把双方都骂一遍的，说双方都在各自的幻想里自我感动，互相成全，特别虚伪可笑。一群人就这样在那里争辩，也不管电影到底拍了什么。更有想象力丰富的说，上世纪60年代的男主为啥不加入大厂，不买保险，这样就不用跟盗贼硬拼了啊！如果是这样，我建议木生拿所有积蓄全仓可口可乐。凡此种种，很多质疑从一开始就在曲解电影。更离谱的是从性别角度去指责导演。你要说导演以前一直拍大男子主义的电影，现在故技重施，那倒还好，但是他没有啊。导演之前花了近7年时间拍潮汕人文美食纪录片《四海潮味》，他关注的就是潮汕的风土人情。现在则多拍一些剧情片，也更多聚焦潮汕家庭的变迁。说白了，他一直在深耕潮汕，而且你一眼性别就避雷，就太牵强了。编剧团队里还有2位女性呢。进一步离谱的是，用2026年的观念去苛责男女主。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与认知观念，现在的思想理念、生活模式放在70、80年前根本没有实现的条件。当然，你非要看一个女主独立不独立，也不是不能看。以南枝为例，她就是过了这样的一生，不婚，收养孤儿，在那样的环境里教中文，一个人撑起来2个家庭，她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虽然看着很累，但是自我感觉幸福。她一次次的主动选择，足以说明这并非是被父权压迫洗脑了，所以她算得上那个年代的独立清醒大女主了。另外，要真改的话，不仅仅不会成为佳作，电影票可能还卖不出去了。比如有博主坚决要求木生和南枝牵手，有爱情他才看得下去。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一辈子愤怒的是爱情，谩骂的是爱情，得意的是爱情，沮丧的还是爱情，一辈子就忙活爱情吗？你不要再跟我唠叨了，我受够了。实际上大多数观众不是奔着爱情去看这部电影的，动不动加爱情戏，那才是烂片的征兆。事实上很多人去看的是一个真实。有网友说自己爷爷就是去的暹罗，40几岁亡故他乡，他家的南枝是2个也是去过番的老姑。这只是一部反映人类最基础情感的电影，仅此而已。不管是政治论调还是性别评判，
一旦用大框架去硬性解读，你会发现世界上没有美好的事了。当小猪佩奇里的权谋戏深度远超纸牌屋《甄嬛传》时，我们还能看到什么童趣欢乐呢？你说宝宝巴士里的隐喻和讽刺，连大明王朝都甘拜下风时，那我们还看什么纯真情感呢？最后，为了制服那些跟你意见相左的人，你甚至懒得论证，只是讥讽、谩骂。如此的过度解读，只会忽略掉所有电影的真善美。当然，你可以对任何一部电影说不，拿出影史最佳250部里的前几部电影评头论足，展示你作为读者来遥控哈姆雷特的权利。但解读过头了，就可能拉远我们与生活的距离。我特别喜欢电影里的一幕，听到真相后的阿嬷没有放声痛哭，只是沉默片刻，随后转过身，低头拨弄着一筐橄榄。一颗颗橄榄被他熟练地翻捡归拢，像过去几十年里他翻捡生活里的每一道风暴。他相信做具体的事情能抵抗那些未知、危险和痛苦，他一生都在这么做。用时髦的话来说，就是允许万物流经自己。其实无论你是哪儿人，无论你的信条是什么，重要的都是把生活过好。